那我们继续来看那前面已经讲完了核，那其实核呢只是刚入门而已，那真正重要是质核。在很多空间结构那包括这一个量子里面的话，质核才是最重要，英文叫 direct sum。那直积呢是研拓出来的一些结果这样所以我们还要再花多一点点时间来看这个最重要的质核。那什么叫质核呢？那我来很快做一个定义那其实它的直觉是很直觉那直觉完全再变成数学公式这个都是我们在研究这一个很多这一个数学系统里面所要看到的一样。一开始我来看两个子空间 U 跟 W， 它是子空间子空间V 的子空间那好了，因为它既然那么重要，所以我就慢慢来它 direct sum of 就说这个 U 跟 W 的直核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是 direct sum 直核，有没有？直核这是什么东西呢？is denoted。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好多翻开那个网络上很多那种数学报告，看到这个符号你们就真奇怪为什么突然多一个圈圈出来？没看出来那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它的一个空间结构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属性它need to 怎么样呢？它必须满足那我现在就比较很自私慢慢来让各位先缓和对它的陌生那后面呢我会再用数学符号来做说明。要满足什么条件呢？注意咯，对于所有的 V 属于 V， 注意唯一存在U 属于 U and W 这也是唯一存在的 W 属于 W， 使得 V 可以表现成 U 加上 W。 哇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它叫 unique representation。 哇， unique 的 representation， 哇，这个直核非常重要在空间结构里头，包括以前我在修那种控制系统那个电机的那个控制系统里面都有很多这种空间结构出来好，我的水呢在这里既然那么重要我们就慢一点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往下看了那其实我把符号再整理一遍我们不要用红色来弄这个把它改成黑色。那这个的话 UW 那这个符号你就把它记在心中， U 直核direct sum of W 那它弱且为弱，我这直核怎么被我写成像狗啃一样？好，乖乖写，它既然那么重要，我就把它写漂亮一点点漂亮一点点好，对于所有的 V 属于 V， 再重新整理一次，唯一存在一个 U 属于 U， W 属于 W， 使得 V 可以表现成 U 加 W 的和，再重新申论一遍，太重要了因为很重要，要多讲几次，能看出来多讲几次。好了，那这样没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那前面就已经讲过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的 X 轴，那这个什么？这个是我的 Y 轴，有没有？有没有看出来那这个是任意的一个向量好了就随便写一个向量，我现在还是写成 row 的写法，看到。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看出一个，因为这个题目是在论述给你们看而已所以你可以看到 xy 会等于 x1 再加上什么呢？ y2 那这个我在我这边我很喜欢，因为我以前读书的课本1 是标准基底的10，有没有？所以我就很喜欢用它的符号。好，那 E2 等于什么样？01，有没有？这个是一组那个标准基底在这里能看出来。那这个是什么样？其实这个式子是 unique
representation， 好 representation， 你说这样子还不是很容易了解，没关系，我再整理一遍给你看。我 U 就把它假设成是 X axis， 那它是由谁编织出来的？由 E1 编织出来的，有没有看到？有没有？那 W 呢？就是我的 Y 轴，它是谁编织出来的？它是 E2 编织出来的，有没有看出来？那所以呢，好，所以我们的 R2 就等于 U 支合 W。那讲白一点，它的空间结构就是由 X 轴，有没有看出来？跟 Y 轴支合出来的。哇，你说这个很简单没有错，用简单的观念跟你们表达，当以后变成很抽象的时候，你才不会受不了。好，那好，那这样看了半天，直合那是直觉，唯一存在一个 U 属于 U， 一个 W 属于 W， 让它 V 空间的话可以表成 U 加 W。可是这样在检查空间结构的时候不行啊，这样检查每天靠直觉的话，脑袋瓜已经打结掉，所以数学家他们就很聪明。好，他就弄一些判断的定理，判断定理。好，那这个也就是你们这一边要学的，而且考试常考的。好，假如 V 直合，那直合刚刚您知道了哈，是 unique 的 representation， 那是用直觉规范出来的哈。那有没有好定理？有2点，记得就跟我们向量空间 LC 基底是 LC 跟 LI 一样。那这里的话怎样 V， 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几乎都是 LC 的感觉了嘛。第一个 V 是要由 U 跟 W 的怎么样的合空间出来的，还有 U 跟交集 W， 哇，这一点好强啊！好强，这2个空间的交集只有零向量啊，不能够其他有瓜葛啊，非常重要的2个条件啊，要把它记下来，要记下来，因为这一系列的考题，这边就是最重要的常常考的。好，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来先证明第一点，有没有？第一点我是推过去，所以接下去全部在玩这些式子哈。这个对于怎么样？对于说我要证明这一个由 U 等于这一个V 等于 U 直合 W 的这个来推的第一个条件那对第一个怎么样？属于那唯一存在，按照我们的定义我们的定义注意这样推过去的前面定义有没有？不要忘掉它的定义啊，使得 V 等于 U 加 W 这个 trivial 嘛，这就属于 U 加 W 嘛，这个 trivial 嘛。所以呢，我们就得到一件什么事情？按照前面的定法 ，X 属于 A 推到 X 属于 B， 所以 A 就包含于 B， 所以 V 呢就包含于 U 加 W。可是你 UV 的话 ，UW 的话是 V 空间的子集啊，所以 trivially 那这个一般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在尤其发表论文的时候这些都要讲清楚，表示你的严谨性，有看出来所以那这样的 A 包含于 B，B 包含于 A， 所以V 等于怎么样 ？U 加 W， 所以第一点我们证完喽，证完了好像还没有 long story， 我们几乎还有很多故事要玩所以刚讲第一点已经证完了，那再来证第2点，那如果说那想要证这一点有没有？这一点已经证完了，想要准备证这一点，有没有看到？好，那如果说 V 属于 U 交集 W， 我要证明这一个怎么样？我要证明就是说那 name， 那我想要证明什么？我想要证明说这个 V 等于0向量啦，才 U 交集W 才会等于0嘛。好啦，那 V 的话等于，注意因为你现在 V， 你可以看到 V 等于 V 加0啊，等于0加 V 啊。那这个前面的写法什么意思？意思是这个 V 它怎么样？属于 U， 因为它们是又属于 U 又属于W， 是 V 属于 U 而不是 V 属于 W。那这个写法什么意思？这个写法就是 V 属于 W 啊。那可是你不要忘了所以这个证明技巧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的一个证明技巧，没有？好，证明技巧这样所以
based on 那基于什么呢？这个 based on unique representation， 你们看出来，哈哈 ，we have， 这两个式子，你可以看到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是同一个式子啊，有没有同一个式子？所以 v 要等于0啊，那也就是什么意思？也就是 u 交集 w 只有等于0向量，哇，漂亮，你们看出来，漂亮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才只正一边而已，要反过来正呢，反过来正来证明说它有 unique 的 representation。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证明它有 unique 的 representation。那好了，所以对于所有的怎么样 v 属于 v， 好，我假设它有两个 representation u 加 w， u prime 加 w prime， 那 u prime 是属于 u。你说这个尤教授这好像很烦，不会很烦，这个是一个很严谨性的证明，比你写数学比你写电脑程式还要怎么样，还要简单只是说这个严谨性平常就要练习。所以我们就先看看，假设说它有两个那两个的话，我就可以做一个什么动作？我可以把这个式子移到这边来，有没有？那把这个式子什么移到这边来啊？那这样的话，我就得到什么结果？我就得到 u 减去 u prime 等于 w prime 减去 w。那 u 属于 u 再加上负1 u prime 等于 w prime 再加上负1 w。那这两个左边看看是属于 u 啊，因为 u 是子空间，所以线性组还在子空间里头。w 也是子空间组，还在子空间里头。左是属于 u， 右是属于 w， 所以这两个式子又属于 u 又属于 w， 那就属于 u 交集 w。那它等于0向量，哇，太漂亮的一个证明的小技巧，没有？那这个你就必须要开始来训练所以 u 减去 u prime 会等于0， w prime 减去 w prime 会等于0。那这什么意思？告诉我们呢？这告诉我们是说，这个 u 等于 u prime， w 等于 w prime。那有没有两种表示式？没有，只有一种表示式，没看出来。所以呢 v 怎么样？具有英文叫 possesses， 这个 n u unique u 好像 an 这个到底 a 还是 an？ 每次都会 confuse 好，没关系 ，unique Europe 应该是 a 应该是这个好，没关系，这个再去查。有时候我们这个理工的人老是会糊里糊涂，包括我，有时候对那个定冠词、不定冠词的用法常常会乱用一通。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正完的，那正完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个题目，我怎么去证明？比如说，我有一个 u， 这个空间是由一编织出来的，那另外一个空间是由一负一编织出来的，要叫我们证明r 平 r 的二维空间有没有 R2 的话，它是由 U 跟 W 所编织就是说织合出来的。好，我们来解解看咯。好 solve， 我来解解看咯。我 check第一件事情要 check 它怎么样 U 是不是R2 的话是不是怎么样U 这个和 W， 那很简单嘛，对于所有的 XY 属于 R2，属于 R2 有没有？那 XY 就等于 P， 我看看它可不可以？那先检查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一章，其实这一章你们可以好好学这个虽然是这个在规划的时候1个小时要把你弄完，其实我现在录到现在已经2个多小时了，所以你们可以花点时间，因为还是那句老话，我希望你们把基础建好，所以我们如果课程6小时不够，我再加因为这个我们开放出去的课程是可以随时再加的好，那这个解法在前面已经教过你了，所以我就很快的带过去，不再啰嗦了解出来这个系数存在存在，你们看出来？那存在什么意思？存在的意思是说
这一个任何 R2 的一个向量可以表示成这个的线性组合嘛，所以那既然的话，那就怎么样？它就属于 U 交集 W， 也就是说从各从里面抓一个向量出来的组合。那这个 R2 呢就等于什么样 ？U 交集就是 R2 等于 U 这个 U 跟这个 W 的和的和有没有看出来？可是不行，我要直和，我不是只有和，我要直和，有没有看出来？那直和第二个要 check 怎么样？我要 check 它的交集 U 交集 W 到底是不是等于只有零向量而已？好，那很简单嘛，就是 XY 属于 U 交集 W，U 交集 W 有没有看出来？我们来检查看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只有零向量而已？那很简单嘛 ，XY 属于 U， 好，那这一个 XY 属于 W， 那很清楚的非常清楚，就是编织嘛，编织有没有看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 XY， 好，那由一编织就是 P 的怎么样一嘛，由那个一负一编织就是 Q 的什么样负一嘛。那这样的我比比看，我来比一比看我的 PQ 会长得什么样子。好，我的 P， 你看这个是叫 P 等于 Q 嘛，那 P 等于负 Q 有没有看出来 ？P 等于负 Q， P 等于负 Q 这样好，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推出什么呢 ？P 减 Q 等于0 ，P 加 Q 等于0。所以你发现怎样呢？我们只有零解这个后面为了美观就有点小啰嗦，你看出来？好啦，看起来比较赏心悦目，最重要这个做数学是最怕这个读了一阵子以后就开始头壳打结所以 P 等于 Q 等于0，那好了，所以我们就证出来什么结果？所以呢，我就发现你可以看到这个式子有没有 PQ 等于0，所以呢，那意思这个的交集就是 x 等于0 y 等于0嘛，所以这整个一个收官U 交集 W 就等于零向量那你会觉得说我们就开始偷懒的这个偷懒的，你这数学家的一个什么？数学家一个非常偷懒那你慢慢就我写0并不是错，不要给我在看物表给我看物这个就是说它是 zero vector。那因为早先的数学家就是在写的时候就直接写0的，他也不跟你粗体字，不跟你再打那个粗体字你不要再跟我讲看物表，所以我这个错了那这个特别告诉你就是说数学家有时候他会用这种缩写因为这个最近又发现这个张一堂教授有解了一大堆问题那他又跟北大的学生连线演讲他写的数学符号是精简的一塌糊涂你看不懂的话那是 your business你 your business 所以那你是数学系的学生，或是以后你要变成这个量子的专家，很多这种那个简写或缩写的部分你要很清楚那我一再跟你们叮咛那他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是读了大半天搞不懂，以为他错了，不是，那是这个领域就是这么干好，那我们赶快来做收官那好了，所以刚刚讲的那个很棒的那一个直和已经讲完，那直积也要写一下因为量子有时候它会用那种外积什么一大堆，有没有跟这边是雷同的是雷同的，所以我还是要花点时间把这边做收官所以我们就把向量空间的问题在这边准备用这一节做收官两个它就直接叫直积的它叫 direct product 就不叫 product， 就直接叫直积，因为直积两个空间之间就没有什么关联的嘛，因为它空间结构就是你的我的，可是前面的和是落在同一个空间里头落在同一个空间里头这样你可以看到它用变成两维又多了一维出来各一维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就重新定义它定义有没有重新定义它的空间结构 U 这个直积它重新定义它是一个 vector space over F 怎么定义 A B C D 属于 U 乘上 W， 那 K 属于存量级A B 你说这个就 trivial 吗？没有错就是 A 加 C
它就定义空间两个空间的那个再更增加一维出来，所以这个呢，AB 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这一个 KA KB 这样，那这个也没什么，这个就是说我们做一个严谨的交代，有没有严谨的交代？那最后呢，来看看它的一个小结果，我们看出来，那既然有定理，我们就来玩一下哈。好，赶快把它做一个收官。那这个符号在量子那边也会类似的出现哈。到时候我会再专门，因为我现在比较按照纯的这个线性代数跟你们讲解。那有机会我再做补充一些，我进度赶到一定地步，我再补充一些这个量子里面它把它表现出来的那个线性代数到底长什么样。那原则上我们研究的空间都是怎样？都是有限维的空间，无限维那是属于泛函去的，那我们就暂时不去玩那边的哈。好了，那它的维度呢是 dimension u 乘上 dimension w 吗？不是，注意咯，它是它们的 dimension 相加，你看出来？好，那最后呢，既然要收官的话，就很多的那个抽象符号写给你看的，所以我前面一直在跟你讲，课本就常常这么写，因为他不想再多啰嗦了。这个在我的课本里面好像我有交代，但是在录这个课程在交代又写得弱弱的，所以原则上就是说 U1 U2 到 UM 是 U 的基底，那用中括弧写，没有W 的基底是什么呢？ W1 W2 点点点到 WN， 一个是 M 一个 N， 那给一个新的 basis， 这个新的 basis 有没有看出来？这个我这样写好像怪怪的齁。好，我这样写好像有点问题呵。好，没关系，这个我现在不去证它齁。我看我这边好像有点writing error 这样好，我重新来一次。我的草稿这边好像有点小问题所以应该是可以去证明证明这一个 U10 U20 有没有看出来？点点点到 UM， 好 UM， 我当初为什么没有去注意到呢？好，那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后面再说了因为这个一般在考试的时候比较没有人会去注意它这一段，没有人注意到这一段，但是有机会还是要把它弄熟这个我给你们出去的讲义你们自己再读一下。我的录课的时候，我尽量把那个一些有问题的部分怎样在录课的时候把它修正，因为这写讲义的时候就是我做了一个手稿那我就放出手稿给你们所以有时候会写的比较快所以在里面都有一些部分是错的，但是我录课程的时候我会尽量修过来好，那你们到时候收播的时候再把那个手稿你们把它写出来就好了好，那我们就那这个后续你们自己再去证明，这样我再去证明所以 it is easy 有没有 to prove 这个 B 是什么？具有这样子 possessing LC 跟 LI 那所以我就不再证明了所以原则上就是说这个要注意他们的维度的变化是这样维度的变化是这样好，那原则上在这一节我收官的时候呢，东西还算不少但是中间最重要是值合你一定要搞清楚那包括那个值积的那个数学的那个定义有没有？那这些在后面的那个量子都会用到所以同学们就要开始这个布一下局那等于说我们每一周的都用一章来讲解，那其实你要好好的学习，这个都是帮各位做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的建立所以你一定要那个花点时间那我尽量看看是不是再发行新的课本这个后面呢我再来想办法因为有好的课本你们这个读起来会比较这个solid因为写课本要花很多时间
那还有设计很多题目给你们这个实力才会坚强这样anyway， 我们先把这个这一轮的课程先把它学好再说那有问题在我们群组上面，你可以发表你的问题来问那甚至你有看到很多原文书的课本不会解那我们弄了一个叫做我有题目要解的区，你可以丢出来。那丢出来的话，我可以解，助教可以解，或者说我们都解不动，那我同学可以帮忙解那这个大家变成一个群组那后面呢再一起努力把这一个该要有的基础把它建立好。好，我们这一章就先到这边结束。